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建哥啊。最近连做了几个商单，找了不少妹子来录。虽然大家都开玩笑说啊，UP 主旁边那个男的能不能走开？但我知道你们心里面肯定还是有我的。正好好久没有做装机视频了，我们就来做一期白色主题的装机吧。配件呢都是我自己选的，没有任何的商业推广。把妹子拍的美美的是艺术，同样把这些电脑配件拍的美美的也是艺术。因为是白色的主题，配件尽量都选择白色的。这里也说一个小细节 ，RGB 调出来的白其实不纯，远没有白色单色发光的白好看。而现在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是整的 RGB， 所以话我更喜欢不发光的白色配件。最先考虑的便是机箱，这里我们选择了乔瓷博的 D30。酷冷支持的 NR200，因为主板是只支持 IT x 或者极少部分的双槽 MAT x，而现在 IT x 主板要么是支持 D5，价格起飞了。要么就是一些2、3线牌子的盖板，所以后来有些模仿 NR200但是支持标准 MAT 主板的先马驱造就要更火一些，搞个没玩过的乔瓷博 D30白色。机箱长宽高40.1乘20.4乘33.7厘米，整体采用铝合金再搭配白色磨砂喷漆的工艺，质感还不错，完全对得起300多块钱的价格。但是顶部的金属和塑料的拼接处的白色并不均匀，然有瑕疵，感觉几个配件的白色有些色差。底部的脚垫是塑料的，得自己安装，但是安装用的螺丝却没有明确标注，不是很好找。拧下背面的2个螺丝即可取下塑料顶盖。顺便吐槽一句，这个螺丝是黑色的，有点小难受。再拧下侧面的螺丝才能取下侧板玻璃。左上方是乔瓷博经典的背板出风大圆口，下面是4个 PCIe 插槽，挡板又是黑色的，有些难受。底部可以安装3个12厘米的风扇，或是2个14厘米的风扇，其中一个风扇位和2.5寸、3.5寸硬盘位共享。上方是2.5寸的硬盘架和电源位，电源位默认是支持 AT x 电源的，长度能支持到160毫米，但平时安装还是建议使用短电源，这样方便理线。顶部是一个240的冷盘位，或者可以安装2个14厘米的风扇。白色的240冷盘其实可选的不是特别多，这次我们就用了新品 VK 的 C240白色款，它还有个贵100块钱的瓦尔基里版。盒子更好看一些，我看 S Plus 它的那个盒子搞了个 IT x 机子，然后多了一个手办，控制器也不一样啊。我这个人比较追求环保，你散热器的本体一样就行了，就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了啊。就像有小伙伴他问我，把电源从铜牌换成了金牌，价格差，我需要用多久的电才能在电费里面省出来？格局小了。环保这个东西，你怎么能用钱来衡量呢？苹果也是这么想的。扯多了 ，VK 这个牌子它刚出来，可能有些观众不知道，其实 VK 就是以前给 EK 代工一体水的那个厂家。EK 后来不知道要干什么，它一体水和分体水全部都换了代理和代工厂。一体水的代工厂就干脆自己弄了个 VK， 包装上面写的东莞市臻品科技有限公司其实都是一个厂做出来的。说实话，以前的 EK 的水冷我总觉得那个冷头有点丑。RGB 看到是真的丑，现在至少颜值上要好了不少。所以说以前那么丑的外观，它到底是代工厂的设计还是 EK 的设计？我就不知道了。VK 入场一体水冷的方式也很特别，它搞了一个2次元的女武神的 IP， 不管是包装盒还是说明书，都是浓浓的2次元风格。说明书厚厚的一本，写得很详细，以漫画的形式详细的介绍了安装的过程，甚至还有风冷安装的教程。推测接下来 VK 可能还会去做风冷散热器。不过我说实话，说明书呢写的再详细，对新手再友好，一大堆人该不看的还是不看。主板说明书里的装机步骤都已经写的多详细了，还不是一堆人天天喊着电脑不会装，要手把手教他。除非要哪个厂家他找一个还不能一个，要找一群身材窈窕的穿着 JK 不行，得穿比基尼再加上黑丝的妹子放在说明书里面照片，他们才会去看说明书。水冷头的无线镜效果不错 ，logo 可以旋转，底部则是大面积的纯铜底座，冷盘是全白的，侧面有 VK 的 logo，2把风扇的参数标在包装盒上，是1850转，做工还不错，性能的话应该比较靠谱。另外不得不提的一点是2022年终于又有一个厂家注意到了这个细节，
它给了2条中间开孔的扎带，用于去加固这个 ARGB 的连接线。上一个给 ARGB 线加固的好像还是酷冷，用的是一个塑料的加固件。这个扎带明显是一个更加简单好用而且省成本的方式。当然啊 ，VK 还在包装里面附赠了一个风扇加 ARGB 集线器，使用起来非常方便，可以固定到2.5寸的硬盘位上。说到散热，我们还加了3把彩绒的 PT1850的白色风扇。彩绒这个风扇其实早就停产了，是杰伟他人都从彩绒跑出来了，去做亚骏了。啊，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是硬塞了我啊好几箱的这个彩绒风扇的公包尾货，啊，还有一大堆啊，这个风扇到手啊都被发坏了，哎，算了吧，就当帮朋友吧，啊，就留着装机慢慢卖呗。而且白色的性能扇其实确实可选的也不多，一把用于后出风，2把放在底面给显卡送风，这样整个机箱的散热应该会好上不少。机箱电源是前置的，所以电源也需要白色的，就选择了海运家的 Focus GX850白色版。这个我真的很想吐槽，海运之前的白色的 Focus 电源。他就把那个电源的铁盒子弄个白色的，模组线还是黑的。大部分装机的时候啊，你电源本体又看不到，模组线才能看到。这我弄个白色的电源，我到底是弄了个啥？不过好在海运总算是想通了，最近也把模组线也弄成了白色的编织压纹线。不过接头和风扇还是黑的塑料，白的不算很彻底，算是有些小小遗憾吧。好在整体的颜值和性能还是在线的。其实啊，我们这套配置啊，用个750瓦都绰绰有余啊。但是750瓦没货了，就拿850瓦凑合一下吧。电源的线材有2组的 CPU 8 pin， 3组独立的显卡6加2 pin， 这点对于不是很懂电脑用户其实比较友好的，基本上就不会出现1根线去拖2根显卡8 pin 接口的操作了。走线的话也很好看，那种1拖2的显卡线的话，还得多捆一道，就很丑。另外2组SATA线也考虑到了机箱的布局，直头弯头各有1组。总体来说，海运把该做到的都做到了。就差风扇和接口了，不过还是要吐槽一下，海运它把电源本体本来的那个无纺布的包装给去掉了，因为无纺布它是制作口罩的原材料，海运说是要支援抗疫。2020年你这么说，我是非常支持的。你2022年再这么说的话，其实就是节约成本呀，挺无语的。有空的话可以找海运去要点印有他们 logo 那个口罩去抽一抽，那个才叫支援抗疫呢。最后的几个大件就非常普通了啊 ，CPU 用的是我们用了无数次的 i7-1170KF， 硬盘还是之前测试过无数次的三星 PM9A11TB， 它和零售版的3920 Pro 有什么区别？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。需要说明一下，其实我们现在销售的 PM9A11TB、7401和7601的固件都有的。三星官方在980 Pro 的固件设计里面是说啊，7601固件是针对了 Win11做优化，但是我们实际测试好像也没发现啥区别，所以就没有去刻意把7401固件刷到7601了。主板是微星的 B60M 迫击炮 WiFi 啊，其实主板选择现在基本也就是华热和微星了啊。为啥选择微星吗？啊，哥们，微星的零工了解一下。我之前做了一个视频啊，说微星的主板自检去会卡 CPU， 结果实际上是内存坏了。零工呢，他还专门做了一个视频去讲这个东西，来回应我这个事情，很负责啊，很负责。都一把年纪了，快退休了啊，喝酒还会被妹子灌醉，平时还老喜欢发妹子照片啊，挺有意思的一个老爷子。B60M 迫击炮 WiFi 是银白色的装甲，也算是契合本次白色装机的主题的。不过需要注意，它便宜50块钱的不带 WiFi 的型号，装甲就是黑色了，我个人觉得就没有银色的好看了。另外，我并不觉得12700KF 去搭配 B60M 迫击炮有啥不妥，主板的供电很豪华，完全扛得住。另外，绝大多数的用户他不会去进行 CPU 的超频，省个几百块钱可以花在别的地方。当然，微星也出了一个 B60M 迫击炮 Max， 它增加了一个小芯片，可以支持非 K 的 CPU 去超外频，搭配12700F 还是有一定可玩性的。不过那玩意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货了。显卡呢，还是用了电竞叛客 RTX 3070 钛朴素的白卡。为啥用电竞叛客呢？好多人看不上这个型号。人家厂呢在矿潮显卡狂贵的时候，他给了我不少相对便宜的卡，而且有什么售后问题啊，我叫他换新，他就真的换新了，也不跟我多逼逼。反而有些一线的显卡厂家，哎呦，售后那下还老和我扯皮。其实现在显卡不缺货了，甚至在不停的跌价，夸张到你3050显卡放一阵子都能跌个200-300。我说实话，其实我都不太想去备太多显卡的货的，而且电竞叛客呢，很多客户不是很喜欢，不是特别好卖，宁愿加点钱去上什么影视跟真七彩虹之类的。我这个人啊，主要是懂得感恩。《后汉书》有言啊，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啊，人家在困难的时候支持过你，现在也轮到我去支持下人家了。其实主要还是厂家跟我说，你把显卡做点露出，下次提货的时候给我价格便宜点。内存是我们自费购买的一套10全的梦境白色的内存，因为找不到什么特别好看的白色条子。外壳是亮面的塑料，搭配白色喷漆的金属散热片，颜值还是蛮在线的。中间有一条镜面的条纹，包装里还有擦拭物，看的话还挺高档的。
一会儿上机可以看看灯光效果。其实本来啊，我是想去试一试微刚的 D50白色的。哎，微刚管媒体的那哥们啊，有一次我是拉着妹子去拍了那个明孝陵去拍片子，晚上的话我就发了一下当天的照片发了朋友圈。都晚上12点啊，这哥们居然火急火燎的，还语音给我打个语音过来啊，特别的激动啊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就说兄弟，你这小孩都老大不小了，至于大晚上看到个漂亮妹子这么激动吗？哎，对吧？你要什么时候有空，你搞点产品过来，送我啊！顺路我下次拍妹子的时候呢，就把你们的产品给捎上啊！当时好呀，当时答应的是特别的积极，满口答应。那这次我就问他，哎，我问你们要一个 D50白色，拍个视频好不好呀？哎呦，真的是，他说什么？哎呀，这波已经都全部做完了。哎呀，最近在搞D5的内存，搞他们微刚全家桶。啊，真是的，对吧？总共都几百块钱的东西，抠成这个样子，真的。那天晚上看到漂亮妹妹的时候，啊，他可不是这样说的。所以说啊，这些中年油腻男人说的话，以后姑娘们啊，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。最后我们把整台机子装起来看一下吧。乔兹沃这个机箱安装过程其实也并不繁琐，只是它给的螺丝种类比较多，你得看一下说明书才能区分。后置风扇的防尘网需要自行安装，主板位只有一个螺丝柱需要自拧，就是常见的 MAD 的2选1的螺丝柱位。机箱也给了螺柱套筒，背部有一些离线空间。线材的话还算好收纳，前置 USB Type C 是5G 的，和另一个5G Type A 一同接到主板的 USB 3.0的前置接口上，可能还是因为成本原因吧，它没有给10G 的前置 Type C， 或者说就是想少放一根线。安装完电源之后，冷排就可能有些难塞进去了，需要调稍微的对准一下角度。最后插上显卡，整理线材，盖上侧板，搞定。主板的 BIOS 版本是 1.30， 打开 XMP，CPU 电压是自动的，风扇不用做任何调整，室温23度，单烤 IPU， 功耗205瓦，温度80度，单烤显卡核心温度77度，显存温度96度。这个卡的话散热一般啊，毕竟价格便宜嘛。双烤时 CPU 温度上升了12度，来到了92度，功耗也涨到了218瓦，显卡合金75度，显存94度，温度还更低了。VKG 高40的性能还不错，和联想的那个360水冷是差不多的。不过可能是风扇策略的原因，双烤时候的话，整机的风扇声音并不算小，有55分贝。游戏时的 CPU 温度60度左右，功耗不高，显卡74度，显存78度，都不算高。那也是很久没有做装机视频了，不知道这期装机视频看了以后，能不能对大家的装机有一些了解呢？如果不错的话，也可以来我们淘宝店支持一下。观众别忘了点个小铃铛和点个赞，因为我们是全职的 YouTube， 你们点赞的分量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超玩客 STLK。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，可以到淘宝超玩国度数码或者淘宝搜商品超玩客。这超玩客，我是建狗，再见，拜拜。